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今年上手最有意思的一款产品。我最早接触 VR 的时候呢，还是在大学。从最早一台机器7、8千块，还要用2个落地的基站，到后来20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台 VR。以前的 VR 最终还是一个游戏启动器，而现在 VR 设备开始推出全新的概念，它希望你能实现生产力，在元宇宙里办公、绘画、设计。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看起来就十分酷炫的视频。大家非常熟悉的 Quest 2已经算是非常合格的消费级玩具了，这回探索级产品 Quest Pro 也给我们整了超级多有意思的新体验。我们直接进行一个香得开1499刀的产品，我花了15000才买到手，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亏了多少钱。不过呢，不要着急告辞，因为2、3千块钱也有办法差不多，这个我们最后讲。哇哦，哇，它这个结构真的是太像 Pico 4了，无话输出了，属于是。这个头戴呢，跟之前最大的不同就是变成了这种非全包裹的。现在我们这样戴上去的时候呢，这里是有余光可以看得到旁边的。我试一下它戴了眼镜之后，哇，它是一点都不会压到我的镜腿。你看，我的眼睛甚至还可以在里面移动，这也太友好了，对眼镜党来说。这一代的头显还增加了眼球追踪，有了这个功能，游戏里面就可以做出注视点渲染这种操作了，也就是重点渲染你关注的那个地方。余光的部分呢，就随便糊弄一下，渲点低分辨率的画面就完事了。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多余的计算量，画面也就更精细了。你们不觉得这也太合理了吗？毕竟上帝就是这样渲染的呀。这一代的这个手柄呢，没有了那个环环，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 VR 控制器上面都要有一个圈呢？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手柄上的环都是会发出红外信号辅助定位的。这一次呢 ，Quest Pro 的手柄直接取消了这个圆圈，取而代之的是3个摄像头，再加上每个手柄里面都自带了处理芯片，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定位了。所以手柄就算在人的身后也不会丢失。像之前 Quest 2上，你要是从身后掏出一把剑来，指不定会从哪儿出来呢。把它拿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开机启动。最让我震惊的是，现在的 VR 已经不依赖于控制器了，你的双手完全可以在各种界面里面操作，你只需要把控制器放在一边，就会进入手势模式。很多时候，你的手比控制器还要好用，操作起来也基本没有延迟。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快速菜单啊！看我现在手只要张开，它就会提示我有2个这个菜单键，然后我捏住右边的这个呢，它就会出来一个这样子的小菜单，我挪到一个我要的位置，然后松手，它就确认了。要知道啊，这个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你看我手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设备，仅靠我自己的双手，还有我头上的这个摄像头，就可以实现它这个操作。所以说，什么时候给我上线这个节奏小指头啊？大家也都知道，元宇宙这个概念近几年被炒得火热，但是在元宇宙中，基本的社交表情都需要在菜单里面选择，所以这代的 Quest Pro 头显加上了眼球追踪和面部识别。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头显是怎么知道我的嘴是什么表情的。第一次呢 ，Meta 会让你创建你的虚拟形象，你可以捏脸，然后调节身材、换换衣服等等，在之后的办公社交软件中，你都会以这个形象出现的。不过我咋老觉得自己平时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呢？这个软件叫 Workroom， 是一个 Meta 官方开发的办公软件，相当于元宇宙开会了，还能识别你的键盘。不过咱这键盘也不长这样啊，不是？你要说真有公司会给打工人配上这种设备吗？就算你没有 VR 设备，你也可以用网页版参加会议，能看到你每个朋友自定义的虚拟形象，能看清他们的动作和表情。疫情期间不能见面，在家又不想化妆，这确实是次时代开会了。元宇宙办公里，我觉得最强的是这个写字板，包装里面有一个笔尖替换键，这个触感真的超级真实。在现实中呢，你可能是写在你的桌垫或者是在桌子上的，虽然看上去啊它是个大笨笔，但是实际上它的落点足够精确，再加上你的写字板其实也很大，即使是稍微复杂一点的内容也能完成。你还可以在这里加上便签纸，便签纸上的内容可以随意拖动。看到这个，有没有一种 GTA 里抢劫前制定计划的感觉 ？Pro 手柄后续也可以在 Quest 2上使用了，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体验一下这个大笨笔，体验真的很奇妙。比起这种直接面向生产力的应用，我觉得模拟桌面这种应用更酷炫。如果连上 PC， 你就可以直接进入虚拟空间，手势识别又能完成所有的操作，完全不影响你用电脑。
在虚拟空间中，你也是用双手用键鼠操作的，这种体验确实会让你觉得置身虚拟空间内。这个空间可以是白天、黄昏、黑夜，也可以是在电影院里、在家里、在电竞房里，甚至你可以自定义你的屏幕，想要多大都可以。不像 AR 眼镜，只是占据你很小一部分的视野，这是完全可以随意调整大小、调整远近的。只要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在脸上放上一个200寸的屏幕，或者3个也行。我还玩了一个建筑设计的软件，比如我打开一个别墅的模型，就可以很轻松的直接用控制器修改它的高度或者是底层的宽度，然后再调整一下日照的时间来看一下建筑的采光。我也可以加上小人模型，增加一点真实感，或者是在楼顶种棵树，署上我的大名。不过我刚开这个软件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大学时候被拉模型支配的恐惧，生理不适了属于是。除了这种号称生产力级别的软件，这次 Quest Pro 最强调的是它的混合现实体验。为了实现混合现实，头显上加了一堆的摄像头，说的直白点，就是让你的眼睛有眼睛的功能。有了眼睛，再加上一点我前面说的虚拟桌面设置时，你可以提前告诉 Quest Pro， 这个是桌子，这是墙，这是门。就算你在客厅，也能透视看到你房间的桌子和门，它也完全知道我在哪里。以前我们要想知道桌面离地面有多高的话，你需要把这个头显放在桌上，把控制器放在地上。但是你现在竟然可以只用手摸一下地面，它就知道地面的位置了。目前能体验的游戏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叫 World。你可以跟服务器上全世界的玩家在整个地球上探索，地图摆在你的桌上，选一个地方直接传送过去。你可以去罗马、去东京、去伦敦。第一次玩的时候真的超级震撼。教你弹琴，乐器直接变成应用。我记得确实是有真的这种钢琴的，对吧？看不懂五线谱，还看不懂夏洛式按键，跟着按就能弹出一首歌。这是要弥补我小时候没钱学钢琴的遗憾了。为了适配这次的混合现实，有一个非常次时代的设计。现在头显的周围默认是不遮光的，也就是你佩戴的时候，其实余光是可以看到外界的。你的手如果从外伸进你的视野里面的话，是完全连贯的。这也就是变相的提升了 VR 的视野范围，算是更加沉浸。你说 VR 里的混合现实沉浸感到底是沉浸呢，还是透视呢？本身 VR 的沉浸感就是被显示范围给限制的，而这套逻辑相当于是直接用你人类自带的硬件去解决设备的硬件局限，再加上手势识别这些软件功能，是真的打通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了。上面这些看下来觉得无比酷炫，对吧？确实，但是今年 Meta 发布完 Quest Pro 之后，股票反而暴跌，大家都对 Quest Pro 失望透顶。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1万多块钱的设备，大多数功能 Quest 2也能实现啊，和现实融合很酷，但是这个画面真的就是一坨，比国产的 Pico 4垃圾多了。别说屏幕上面的字能不能看得清了，我甚至以为我开的是个纯白的网页。它为了实现3D 级别的彩色透视，这个彩色透视用的是黑白的图形，再加上颜色传感器合成图像的颜色，就是说摄像头一个在画素描，一个在上颜色，所以如果你手离得很近的话，空间会扭曲，颜色和手还会分离。受限于移动处理器的机能，就算用上注视点渲染，画面也就勉强接近 PC 串流的水平。骁龙芯片再强，也能跟我显卡打。要我说，这个技术还得是看 PSVR 2，用上 PS5 强大的机能，再加上注视点渲染，说不定真的能把 VR 游戏画面提升一个等级。然后还有啊，我花1万多块钱买个设备，开始竟然没有新功能引导，和 Quest 2基本一样，也没有介绍新功能。你不告诉我，是等着我自己去发现吗？前面提到的很多功能和玩法，我甚至还是看别人的视频才知道的。国产厂商都不敢这样赶鸭子上架，系统内完全没有本地化，也是真的很难崩。你都有中文菜单了，但是你竟然没有中文输入法。我想找设置嘛，就得搜索是吧？不能搜英文，因为我的菜单是中文的，但是我也不能搜中文，因为我打不出来。而且一个主打混合现实的设备竟然没有 TOF 镜头，目前 Quest Pro 其实并不能精确的知道自己在哪。我告诉你啊，这个桌子在哪儿多酷哦，但是你不应该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哪儿吗？所有应用全都是英文，包括教学、引导、界面图标等等等等。要不是我还剩下个9年义务教育的英语水平，不然我真的是全程要懵逼了。激活、支付、下载1万，每一步你都会遇到网络的问题。我整了2天都没有整明白，最后上闲鱼找了一个老哥，60块钱给我1个小时全搞定了。凭良心说，真的有用的功能其实并不多。我不建模、不设计，甚至不画画，很多功能很难称得上是生产力。而且如果是面向企业级消费者，也有更好的 AR 方案。
Quest Pro 最大的意义，我觉得是探索新的可能性。目前能用上 Pro 新功能的软件不多，但是硬件有了，以 Meta 的号召力，后续软件方面肯定也会跟进。目前最值得欣慰的事情是，我前面介绍了大部分功能和使用场景，其实2000多的 Quest 2也能做到。手势、穿透、手写、虚拟世界这些都没有本质上的提升，所以如果你想以正常的价格体验到这些内容，不如等一等明年的 Quest 3，定价本身就合理，再加上后续软件也跟上了，应该会是很有竞争力的产品。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